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那如果你想在油管上面做视频赚美元的话，但是你没有一个方向，那你就来对地方了。今天有风会分享给你一些做视频的方向，那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给你带来启发。那话不多说，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个的话，它是专门做这种乐高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目。对这个感兴趣的人，我相信全世界应该非常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道的话，它的创建时间真的没有多久，才2023年5月1号的话，它才创建的这个频道。我们看它月播放量的话，在95万，接近100万，月收入的话，在接近4000美元左右。这些视频的话，其实的话都非常的简单。我们随便点开看一个。他做的所有的都是关于乐高的一些积木啊，他的所有关于乐高的一些新闻。对这种玩具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你也可以拍你可以解说里面的一些内容。除了乐高这样的一些类型的话，其实和它相关的非常多。如果你自己不会找的话，我们可以交给 GPT 我们来问一下它。我给 GPT 提示语是：我看到一个 YouTube 频道，讲的是乐高相关的视频，播放量都不错。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与之相关的类似乐高玩具的方向？比如说其他什么玩具，给出具体的名字。下面的话 GPT 的话，它会给你一些做视频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做乐高的一些做乐高的一些故事动画，做乐高的一些创意构建，做乐高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挑战等，还可以做它的一个评测等等。这个地方呢，我可能还想找一些其他的一些玩具，我再进一步给它提示语。我给乐高进一步提示语，我再叫 GPT 帮我找一些类似乐高的一些其他品牌。比如说什么磁力瓦片，还有什么康乐磁力奇迹快照电路太古布达鸡翅主播等等，这么多方向。我们通过一个内容的话，又可以发现这么多方向可以走。里面的话随便你找一个方向，只要你愿意拿出你的手机，愿意拍，你的一个创意的话其实是无限的。里面的每一个内容的话你都可以做。如果上面还是没有感兴趣的，你可以这样告诉他再来10个。有风教的是一些方法，大家可以举一反三。还有比如说橡皮泥梅肯乐彩灯面板动感砂等等的非常非常多。随便来搜一个，比如说这个动感砂，搜索一下，我们打开 YouTube 来搜一下，在上面搜索这个关键词，是做这种类似这种泥土的这种的话，感觉有非常多。其实这个市场的话非常大，不管是大人和小朋友的话，应该都比较喜欢看。有时候这个东西的话看起来非常的解压，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插入进去，是不是感觉有点解压，有点刺激？随便再点几个看一下，这个我大概看一下，大家了解一下是这种方向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也可以六足虫，你不知道什么，你可以去搜来看一下。像这样的话方向就太多了，可以做的内容的话，那就延伸出来的话就非常多了。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个的话是做的一些关于网站或关于网络、关于软件、关于 APP、关于一些技术的一些教程。它的每一个教程的话，你可以看到5分钟、8分钟，它总共发了1600个视频，有3万多粉丝。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月收入情况。如果你是一个技术控，对这种软件技术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一些视频。可以看到它的月播放量的话在80万左右，月收入的话在3000美金左右。这个3000美金的话应该是它一个最低的收入，实际上的话它肯定会高于这个的，因为这个social blade它计算的规则是最高4美元。像这种技术类的话，它的一个 CPM 的话应该会在8美元左右，可以远高于它这样的，远高于 social blade 给出的这样一个收入情况。比如说关于 Google关于很多，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播放列表，我们点一下它比如说 TikTok 的一些教程， Shopify 的一个教程谷歌广告的一些教程总之都是各种软件的一些使用教程。如果你对制作各种软件感兴趣的话，不妨你也可以来做一下相关的视频。这个视频因为非常简单，它就跟有风一样，你只要是电脑上安装一个录屏软件。录屏软件的话，有风建议大家就装一个这个就可以了。OBS 它是一个免费的录屏软件，你只要打开它就这样，就可以把你整个屏幕的话给录下来了。制作这种教程的话，你也不需要有什么话术，也不需要什么脚本，你只是实际操作一下，这个视频都是非常的简单。
对技术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第三个的话是关于一些名著、一些著名的电影或者是一些著名的文学它的一个解读。比如说这个频道它做的就是一个哈利波特的一个学说，那它里面介绍了非常多关于哈利波特的一些事情，那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总之就是围绕哈利波特那做它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魔法不能做的10件事，50个令人兴奋的哈利波特理论哈利波特迷们所犯的一个10个错误等等相关的内容方向呢也非常多。那它的视频的话给大家看一下，也非常简单基本上它的视频就是图片在动，没有视频在里面这个视频的话已经出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图片，它的整个视频的话基本上就是轮播各种照片的一些轮播。它没有调用原视频的一些片段，它可能是为了避免一个侵权。这种的话，你可以详细来看一下，比如说 YouTube 里面它有关于这种视频的一个合理使用的一些常见的问题解答比如说合理使用的原则和运作机制怎么样，合理使用原则由哪些元素构成如何进行一个合理使用。你们可以去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链接的话有空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因为它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非常多。那同样的话，有了哈利波特，我相信的话，那还有非常多其他相关的一些视频方向，你不一定要做这个哈利波特的，那我们同样可以问一下ChatGPT。我们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他。我看了一个 YouTube 频道，讲的是哈利波特学说相关的视频，那和刚才一样，播放量都不错。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与哈利波特学说相似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其他什么名著之类的。下面 GPT 给出了我其他一些《冰河与之歌》、《暮光之城》魔法师经典童话你也可以一些经典童话还有一些学奇幻小说等等等等，比如说经典童话和神文学，那我叫他给出具体的名字。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你找到一个你感兴趣的一个视频方向，但是你觉得你不想做这个，我们就可以问一下 ChatGPT 的话，它就可以帮我们进一步延伸出来。这里比如说当涉及经典的童话和神学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一些作品这么多作品的话我们都可以说。那我们要做的内容方向的话，真的可以无穷无尽比如说《千与一夜》希腊罗马神话比如说荷马史诗什么什么，这太多了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可以像有风这样往这个方向去延伸去寻找一下。有风这里还找到2个相关的，这个频道专门是做这个黑客帝国的一些解说，还有一个频道，这个频道是专门做这个海绵宝宝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可以延伸的视频那就非常的多了。我们来看这个频道，这个频道是做的是当前市面上比较热门的一些电视剧的一些评论，它还做一些比如说电影或者说电视剧的结局的一个推测它这个视频的话也是非常的火，看这里20万的粉丝。所有他做的话都是当前市面上比较热门的一些电视剧他在里面进行一个评论。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月播放量和一个收入情况。我在Social Play大概搜索一下它的月播放量的话有点猛200多万，因为它做的是当前热门的一些电影电视剧，收入的也有点高至少的话是9000美金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也就是5、6万每个月5、6万的话那是过得非常的滋润了如果你是体育迷的话，那你还可以做体育相关的一些解说评论。这个网站做的是关于网球的一些评论、一些解说，视频也不长，也就10分钟你可以去收集一下当前比如说网球比较热门的一些新闻根据新闻的话来改变一下比如说我去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网球新闻加上这个关键词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查看新闻，那里面有非常多关于网球的一些新闻，可以在这些新闻里面的话去寻找一些灵感。那我们看一下它月收入和一个播放量的话40多万月收入的话在2000美金左右，因为这个网球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类目。那如果你对网球不感兴趣的话，你可能会对足球或者说篮球感兴趣你可以做一个足球或者篮球相关的一个解说的一个频道。
这个频道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月播放量80多万月收入的话在3000多美金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也就2万人民币左右。视频长度也不长，你看才8分钟。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内容方向，什么詹姆斯职业生涯被毁了莫兰特的职业生涯将永远不一样原因是什么？那这个人他成为什么绝对的怪物等等。这些标题的话感觉就像一个标题党非常吸引人一般的话对这种运动感兴趣的话，一般都会点进来看一下。那这个和刚才一样，那你要做最近的一些新闻你需要去Google 里面搜索，比如说 NBA 的一个新闻，那这里就有非常多 NBA 的新闻，那你可以随便点开一个那从里面寻找一些灵感。那有风这里有一种方法思路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怎么样来做这种关于运动关于 NBA 的这样视频这个方法呢也通用到其他视频上也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 InVideo AI， 那 InVideo AI 的话，它可以通过 AI 的话帮我们生成对应的一些视频。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登录试用一下它里面有个功能非常的好用。马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我们点击这里进了登录以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最近的一个热点视频，我们点一下它接下来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的新闻页就是比如说这个是关于我们的 NBA 的一个新闻，我们复制一下这个新闻链接，然后的话我们把这里链接的话粘贴到这个位置，大家看到没有把新闻的链接复制到这里，然后你这个新闻的方向你可以直接把它的标题复制过来，然后的话好，这里还可以用 AI 帮你进行解说，你可以选择一个男的声音或者女生的声音口音的话你可以选择标准的美国口音是否增加字幕你可以选，然后这的话直接点击一个生成这里直接点一个生成。那等一下那个 InVideo AI 的话，那它就会根据这篇新闻帮我们生成出一些对应的一些视频当然它生成的视频生成以后，我们可以稍微更改一下，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导入到剪映里面，再结合当前热点的一些视频的一些片段把它穿插起来，那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视频InVideo AI 的视频链接有风也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打开来看一下有风之前也做了一期关于 InVideo AI 的一些视频教程，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打开来看一下。那我们等一下来看效果，因为这里是要等一会儿。接下来这个频道的话，它介绍的是一些关于一些名人关于一些富人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他们的一些消费方式比如说他们的豪宅他们的豪车等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这两个明星哪个更有钱这两个他们的生活方式之战这两个人麦莉和这个塞琳娜他们谁更有钱这两个的生活方式，他这个视频主要就是做的就是他们这些富人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对比他最近做的一切都是关于这方面的比如说巨石强森和这个雷布朗詹姆斯谁更有钱这种视频的话可能对大众来说的话非常有兴趣，那我们都愿意点进去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月播放量的话在140万左右月收入的话接近6000美元，那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做这样的视频的话，你需要花一些时间精力去写剧本去收集素材。这个频道的话就是一些娱乐明星八卦的一个频道这个频道的话，你看这里有60万的粉丝，还有1000个视频。我们看它月播放量的话在接近700万670万的播放，月收入的话在2万美金左右。因为关于这种明星八卦的话，它的流量的话应该非常的大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接下来这个频道我们来看一下，它叫做一个汽车排行榜，它里面写的都是跟汽车相关的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进化最多的7款汽车动力过大的7款汽车最佳的旗舰 AMG 作品，7款高价的小型车这么小的车为什么卖这么贵等等等等的，都是关于什么 Top 7之类的一些视频这种视频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有19万的粉丝，在80个视频更新速度的话也不是很快，你看1个月的话应该才更新2期视频如果对这个方面汽车感兴趣的小伙伴，那你们可以去收集一下素材，做相关的一些视频这个频道这个和上一个有点类似，
关于农业的一些发明创造，有很多机器，全部都是一些重型的大型的一些机械。它这个里面是 Top 10刚才呢是 Top 7。比如说世界上10款令人震惊的工程卡车，世界上10台最大的岩石破碎机等等，这些视频的话其实都非常有意思。世界上10辆令人惊叹的防爆车辆，这种素材的话，如果你能找得到，那你也可以做个相关的一个频道。我们来看一下它一个月收入的话，在13000美元左右，哇，这个收入还是非常的高月播放量的话在340万左右。这种视频的话确实比较有意思。这种视频的话，它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的话，它的存活周期比较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它是在1年前发布的，它现在的话依然还有流量。有风是怎么看它现在有流量？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有风在我的电脑上装了一个 VIDIQ 的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呢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它可以分析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些历史数据，我们可以从历史数据里面发现它的视频的一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到现在的话，每个小时的话它还有70多的一个流量。发布了1年了，它依然还有流量。这种视频的一个生命周期非常的长。我们做一个视频，你可能明年后年你还拿到流量，还会有一个收入。VIDIQ 的话，它这个工具的话非常的好用。有风之前也做过一期教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链接的话，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它里面的话可以进行一些关键词的分析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故事视频，那你凭空想象，那你可能很难想象到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来搜索一下。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故事视频你想知道哪一个关键词比较多，我们可以在 VIDIQ 里面打开以后的话，这上面有个关键词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话是关键词相关的一些词，右边的话是关于它的一个搜索量，它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程度比如说最近搜索这个叫做大嘻哈时代这个故事，还有王者荣耀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最终幻想15的一些故事。那我们可以从这些关键词里面寻找到一些创作的一些灵感。比如说这个什么深夜故事如果作为这个故事频道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参考一下。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再点一下它它又会根据我们刚才的关键词的话，再给你一些创作的一些灵感。我们这里还可以点相关的关键词，也可以做情感故事、案件故事比如说两性情感，还有什么真实案件等等非常多这个工具也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链接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接下来这个频道的话就有意思了，叫做法庭的一个结果。它里面所做的所有内容都是与什么犯罪相关，与各种法律事件有关。他们会进行一个法律事件的一个分析，他们会评论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诉讼，它里面还有一些法庭的一些视角，你看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如果你是专业人士如果你懂的话，那你也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你可以对这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法律事件的话进行一个评论，进行一个解说。它的浏览量真的非常的猛，给大家看一下，3000万，是不是？月播放量3000万，然后的话收入的话在10万美元以上这个的话，因为做这种视频的话，真的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如果你不懂法律，但如果你接触不到这样的资源你可能也做不出来。有些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但是的话，如果你拥有这样的资源，那你就可以赚这个钱。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下一个的话是关于一些农业的一些机械设备的一些发明创造。它里面的话介绍了非常多大型的一些农业设备，大家可以看到。而且它更新的速度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勤快，5个小时之前1天前、2天前、3天前，而且每个视频的时长都非常长，你可以看到34分钟、30多分钟20多分钟。讲了非常多农业的一些机械设备。它这个主要是一个新奇，因为很多人的话，他确实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些大型设备。那如果你有资源，如果你能搞到这样的一些素材你也可以创建这样一个频道给大家看一下，它收入非常的猛月播放量的话在1100万左右1000多万，月收入的话在接近5万美元。那圣诞节的话马上要到了有风的话在 YouTube 上面随便搜索了一下这个频道的话是关于一些圣诞小精灵的一些视频，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频道的话，它有点诡异，有点恐怖。诡异到哪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随便放一个这种小精灵的，然后拿一个手机就可以拍了。然后的话，再给这个小精灵讲上一个故事，比如说你把它放在外面，放到外面某一个地方，然后通过这个视镜，那你可能给它编一个故事出来，然后的话再配上一些图片，配上一些文案，配上一些视频，差不多就做出来了。这个的话应该比较小众，粉丝的话真的有点猛这个你想了60多万的粉丝，400多个视频就有60多万粉丝如果你们能理解这样的文化的话，可以去尝试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视频内容方向。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收入情况月播放量的话在400万左右，那月收入的话在16000美元以上还是相当的可以。这种视频的话，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研究研究。好了，这个就是有风今天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内容方向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我们可以探讨交流一下。本期用到所有工具链接的话，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因为有些工具的话，它确实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比如说这个 VIDIQ， 它里面这个关键词工具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大，你可以在里面找到非常非常多相关。比如说我就以这个频道的案例为例，我搜索 ELF 这个小精灵，我在这里搜索一下，我搜索一下这个相关的关键词，我们点这个相关关键词。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搜索量真的非常猛，这些就是它相关的一些关键词。如果你在写标题的时候把这些关键词应用到你的一个标题上面去，你就有机会拿到这样的流量。有风之前也做过一期关于我们视频标题优化的教程，已经放在视频下方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跟着有风来学习一下这个 SEO 视频搜索优化它可以大大提高你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播放量。它里面还有个功能就是这个 AI 生成器。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搜索，直接放入这个 ELF， 也就是小精灵，它可以帮我们生成，比如说标题，帮我们生成描述，帮我们生成一些关键词。连这个封面图的话，这个描述对吧？封面图它都可以帮我们生成。你看封面的一个背景图，它是通过 AI 的技术来帮我们生成。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弄了一个小精灵，这个就是它帮我生成的一个小精灵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图片我直接可以在上面打上一个字，我的封面图的话，差不多就做好了。